小时候看多了武侠电视，内心只装了2个角色，英雄和坏人，非黑即白。长大才发现，世界并不像武侠电视黑白分明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人。老子有一句话，叫水至清则无鱼。其实这个世界除了黑白，还存在着个灰色的地带。这个灰色的地带是你成功的关键。为什么市场上很多人创业都会失败？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追求心安理得，追求良心，在利益面前往往选择道德。你可以去观察一下爱迪生的黑史，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，很多专利都是他买来的，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。爱迪生一辈子都是官司缠身，你应该能明白这背后说明了什么。爱迪生的事情在国外人尽皆知，很多成功的人在公众面前说他是怎么成功的，你干万不要相信。你需要学习的是他第1桶金是怎么弄到的。为什么说很多老板都有原罪？这个原罪往往都发生在他的第1桶金上面。人性的极度之毒，人宁愿看到外人好，也容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好。遇到外人好或远远超过自己的人，就会羡慕、崇拜、加拍马屁；遇到身边人好或稍微比自己好一点的人，就会极度仇视、生坏心。大多数人的痛苦不是因为自己穷，而是看到身边的人超越了自己而痛苦不堪。这种人愚蠢到连猪都看不起。讲一个四川发生的真人真事，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，在12年时间里面接连遭受巨大打击。这12年来，他们每生一个孩子，不出3年就会无缘无故的惨死。前面3个孩子不是死于口吐白沫，就是死于急救无效。当他们用尽所有心思照顾第4个儿子的时候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2008年，这个不到3岁的孩子也走了。什么样的夫妻能经历这样的人间地狱？他们向警方求助，经过调查，警方排除了意外，认定是蓄意谋杀。最后调查的结果，凶手竟然是他们的嫂子。录口供时，这个农村妇女毫无表情的脸上说出一句：谁让那个女人每次都生儿子，我生的却是女儿？凭什么？人的嫉妒到达一定的温度，心中升起的恶远比你想象的可怕。他们可以抛开切的亲情、道德底线，心中怒吼我没有的，你也不能有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你就是有罪。除了你父母，没有人会希望你过得好，特别是你最亲近的人。表面处客气的不得了，嘴上说着恭喜，心里拿着刀。最可悲的是，你战胜了外界的一切困难，却被最亲近的人捅了一刀。人生最大的对手不是敌人的明枪，而是身边人的暗箭。人性中的嫉妒、贪婪放大到极致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你可以相信人，请不要相信人性。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，真要考验起来，你自己都面对不了自己。怀疑永远比相信更安全。从古至今，哪个帝王不是疑心重重？曹操、刘邦、朱元璋都是宁可误杀，却不愿意相信人性。如果对方比你弱、比你差、比你可怜，你会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好起来，因为这是一种优越感加怜悯的情绪。如果对方比你先获得成功或者超越了你，你就会感到无比痛苦，因为作为胜利者的那种优越感失去了。你最好的朋友考试不及格，你会感觉很难过；你最好的朋友考试第1名，你会感觉更难过。谁不是这样的？这就是人性的阴暗面。不要一天到晚这美好那美好，连自己蠢都不知道，还到处唱着蠢歌教育人。高兴的事情不要和别人说，因为别人不会为你高兴，只会嫉妒你。难过的事也不要和别人说，别人不会同情你，只会嘲笑你。驾驭人性，无惧则明。上海滩的大佬杜月笙，最开始去到上海滩时，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瘦弱少年，在上海滩有名的黄公馆做随从。就这么一个平凡的少年，如何逆袭成为上海滩的大佬呢？因为杜月笙发现了人性的秘密。话说有一次，黄公馆被一个劫匪抢了东西，这时候黄公馆的大老爷就想让随从们去追这个劫匪。
但是其他劫匪都不敢去，因为都知道能抢劫皇宫馆的劫匪一定是个心狠手辣的悍匪。结果鬼使神差的大老爷叫杜月笙去了，结果懵懵懂懂杜月笙单身追出，居然真的找到了劫货之人。他找到劫匪时，自己很害怕，就在彼此僵持时，透过月光，杜月笙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这世界的一个大秘密，对方的脸上充了极度的恐惧。劫匪心里在想，肯定是皇宫馆中顶级的杀手，才敢只身前来。劫匪在极度恐惧之下，没两下竟被杜月笙抓住。恐惧，恐惧，恐惧。杜月笙如梦方醒，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无数，有思想的人无数，有能力的人无数，学历很高的人也无数，口才很好的人也无数，但为什么真正能成功的却寥寥无几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恐惧人的心里有两种力量相互对冲，就是理性与恐惧。当一个人恐魔时，他的智商基本为零。那一夜，杜月笙在上海冰冷而空寂的长街上，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，皇宫馆里那么多生龙画虎的英雄好汉，实际上都是被恐惧震慑的植物，没有一个敢出来追劫匪，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太害怕，太恐惧。而劫货之人其实也是恐惧的要死，生怕被皇宫馆里最不要命的杀手找到。原来这世界是个胆小鬼的世界。杜月笙笑了，既然你们这些人都怕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怕什么？此前他认为自己好渺小，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，心中有很多的恐慌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其实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恐慌，并因为这些恐慌降低了他们的智商。所有人都渴望着能有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，给他们方向和决策，而他们只需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，别人说什么就干什么。既然太多的人渴望着强者的到来，那我何不做那个强者？这个世界就是胆子大的搞定胆子小的，胆大包天的搞定胆子大的。关于借钱那点事，最近一女子跪地讨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。因为跟自己的朋友关系很好，所以朋友跟她借了60万，她就答应了。因为关系好，也没有立什么字据。借完之后，到了还款日期，她那个朋友就消失了，怎么也联系不上。后来好不容易在一条街上堵住了欠钱女子，于是当街讨债，而那个欠钱的女子强硬地表示没钱。借钱女子实在没办法，就当街跪下了，求那个欠钱的女子说，你不用还我60万，你还我50万就好了。真是现实版的，借钱的是孙子，欠钱的是爷爷。不要向别人借钱，这样会使你失去节俭的习惯，更不要把钱借给别人，因为你将不仅会失去本金，也会失去朋友。如果你珍惜你的朋友，那最好就不要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，不要把钱借给别人。因为在借钱这种事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就是那些经常借钱的人在大概率上是不会还钱的。有朋友可能会说，我也知道对方还的可能性很低，但是碍于情面很为难。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怕被亲戚朋友借钱，当别人问你借钱的时候，你是借还是不借呢？如果你要是一个不太好意思拒绝的人，你很容易就会成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免息贷款人。而且人性最恶心的就是，他有了第1次就会有第2次，有了第2次就会有第3次，有了第3次就会有无数次。其实从人情的角度来讲，亲朋好友有难，应该借钱帮他，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。但是大多数人得到的经验是，钱借给别人之后，别人的问题解决了，自己的日子却每天过得不是滋味。你问他还吧，又不好意思；不问他还吧，他又不主动。其实借钱给别人，就是把别人的问题转移到自己身上，吃力不讨好。我有一个姨娘，他们2夫妻在福建工作20年，存款差不多有200万。他们是在他的弟弟公司上班，由于亲戚关系，所以待遇还不错。这2夫妻都是老实人，没有什么商战上的经验，所以吃了很多等。这2万，他们江西买了一套房，买了一辆车，花了50万。
剩下的150万你经怎么着？大部分都被那些亲戚和朋友借走了，因为老家的穷人太多了，只要谁家有钱，大家一窝蜂的去借。去年他一个朋友赌博输了钱，问他借钱，我三姨都被别人借的没多少钱了，实在是不想借，打电话问我怎么办，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拒绝他。我直接告诉他，拒绝人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，只需要一个字不。然后我三姨马上就说，这样不太好吧？然后还继续追问我有没有什么神好的拒绝方法。大家知道我三姨为什么不敢说不吗？因为她怕会伤了感情。我跟他说，如果你还想和他做朋友的话，就要拒绝他。如果你不借钱给他，你们还有可能是朋友。假设他因为撑不借钱给他就不理你了，那这个朋友不要也罢。说实话，因为你不借钱给他就不理你的朋友实在是太少了，反而不理你的朋友恰恰是因为你借了钱给他。一个不懂得拒绝的人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人，做任何事情都会在乎别人的感受，永远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如果不懂得拒绝，别人就会经常麻烦你，撑就会变成一个烂好人。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在借钱的时候都会低声下气，而且好话说尽，但是等钱一到手了以后，他们的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弯，而且还一直拖着不还。你要是追得比较紧一点的话呢，对方还比你更理直气壮，保不齐还反过来责问你，我有钱又不是不会还给你，你那么急干什么？结果呢，把你气得憋出了那句经典名言，就当老子扛了瘾。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大不了就花几干块钱看清楚，个人也值得了。其实只不过是安慰自己罢了。在行走江湖的时候，大多数朋友之间的纠纷很多都是从欠钱开始的。当一个人向你借钱的时候，你就是皇帝，他就是奴才。钱一借出去之后，要他还的时候，他就是恶霸，你就是乞丐。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损失效应。研究发现，人在失去一样东西时感受到的痛苦，比他得到这样东西感受到的快乐要大2.5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丢了1000块钱，那种肉疼的感觉需要减到2500块钱才能平衡。你想一下，公司给发奖金1000元，你会开心多久？如果罚你1000元，你会痛多久？损失效应是人的本性，要想做到欠债还钱，就要有强大的自律来战胜这种本性。但是人之所以会借钱，往往是因为他在财务上管不好自己，本质上是一种不自律的表现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让借钱的人还钱，就等于让一个不自律的人去做一件需要自律才能做到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会借钱不还的原因。一个成熟的人从拒绝开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限的，时间有限，精力有限，金钱有限，必须把有限的资源放到产出最大的地方。拒绝人的2大心法：第一，最简短的语言拒绝别人；第二，不要怕因为拒绝而得罪人。当别人问你借钱的时候，要么就直接说 no， 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念想。如果你有一个朋友遇到困难找你帮忙，你真想帮他，你就必须要在他开口之前第一时间告诉他，这里有5000块钱，你先拿去用，拒的要你自己想办法。这个钱肯定是在你能力和意愿范围之内，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给对方的这个钱并不是借，而是给。你跟方说的时候是借，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是施舍。这样的话，那对方不还钱，你也不会生气或者伤心，因为你早就假设了他不会还钱。万一对方把钱还给你了，那就更好，你就当中奖了。当你已经预计对方不会还钱给你的时候，你还能把钱借出去，这才是借钱的最高境界。在你对人性绝望的时候，还愿意去帮助别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帮人。万一对方报答了你，你的快乐将会更多。当然也不要向别人借钱，因为这不仅会让你失去一部分的友谊，同时还在向外界传播你事业不行了。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，不要急于买房买车买奢侈品，这将让你陷入彻底的财务危机，导致不敢学习，不敢选择更有发展的公司，不敢创业，
最终会穷一辈子。识破骗子的诡计，学习老干的手段。有2种人最容易受骗。第一种，想一夜暴富的人。很多人都被成功学洗坏了脑子，认为人脉就是钱脉，到处结交人脉。如果你是以人脉就是钱脉这个信念来交朋友，最后的下场就像草原上的羊，只顾低头吃草，狼来了还不知道。个没有价值的人，拥有再多的人脉也是多余。这种人对未来充满希望，到处找机会，想门路，想着如何一夜暴富。他们以为凭关系靠人脉就可以不劳而获，认为只要付出一点点就可以发大财。第二种，遇到困难的人，这种人一心想摆脱困境，很容易被人利用。当他们面对困境，会非常烦恼，不知所措，所以他们只要看到了脱困的机会，往往就会不分析、不考虑后果，一头栽进去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当一个人有困难，就会方寸大乱，你越是想脱困，越容易被困住。其实这种人并不是被环境困住了，真正被困住的是他的心。他们之所以容易上当受骗，因为人天生就有避害的本性。遇到困难的人，正确做法应该是安静地等待脱困的机会。比如你被困在一团绳子里面，你越挣扎就被困得越紧，你越想解开，被困得越厉害。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动，认真地观察乱中有序的绳子，也就找出被困的真正原因，慢慢脱困才是上策。什么人最不容易被骗？拥有特务性格的人。这一类的人属于分析型的人，有福尔摩斯的头脑，有很强的危机意识，防线设得比较高。这种人很容易看穿一个人有没有讲假话，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已经提前假设了每一个人做事说话都有他的目的和动机。他们信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当每一个机会出现，他们会像警察盘问犯人一样，小心谨慎，追根究底，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。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优点，当然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。他们对谎言的敏感度非常高，反过来他们对觉察一个人讲真话的能力也非常低。价值都是包装出来的，很多企业喜欢瞒包装，包装就是为了提升绝大多数的价值都是假的。企业的包装没有直接骗人，他们走在非七级的灰色地带，只要你的良心不冲突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手段。包装是直接说理，利用人的错觉，间接向他展示你要让他相信的东西，让对方一厢情愿地做出对你有利的假设。我遇到一个成功学老师，他很有劲，一见面就告诉我他赚了多少钱，又说某某老板为了见他一面，直接给他刷卡几十万，说话像机关枪。他叹说，他讲课的很敬业，每一次都讲得激情澎湃，有好几次讲到吐血。我边听边笑，差点嘴里的农夫山泉都喷出来，赶紧收一收，我怕笑夸张，他面子上挂不住，我更怕。他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，现场示范储血给我看。他说这么多，就是让我交钱成为他代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相信这个人吗？别人跟你说，你就一定要相信吗？大家记住，怀疑是你最重要的能力，用怀疑来求证事实，比悟性重要得多。我们从不担心被别人怀疑，因为我们的思想和课程能不能帮你，你自己心里有一杆秤，不需要我们用嘴说，产品自己会说话。孙子兵法教我们，兵者诡道也，就是骗人的意思。在商战中，有没有人绝对不骗人的呢？答案是没有。原来我们公司一个员工是销售冠军，后来才知道，他跟顾客销售都会说我们公司再有几千平方的厂房，真实的情况只有几百平米，这不是骗人吗？古往今来，只要是人，3岁前就懂得怎么骗人。人的成长就是要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让别人知道，什么东西不可以让别人知道。谁都逃不了骗，是动物谋生的一种本能。自然界一些动物都懂得利用保护色来欺骗它的天敌。马克·吐温说，我们都说过谎，骗过人，也都必须说谎骗人。高手说谎不会笨到全部讲假话，全假话别人不会相信，要别人相信，必须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在一大堆的谎言中夹着几句特别明显的真话，
听的人才会信以为真。现实中那些借钱的骗子，刚开始都不会一下借很多，要让对方一步一步相信，先从50块钱开始借，有借有还，接着再借100，也是有借有还，不断的重复。他借钱的数额会越来越大，数额大了也会快借快还，直到对方完全信任，就会借一大笔，然后跑路了。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小心。有人统计过，成年人每个星期平均说1到3次谎言，其中有1到2次是对老婆讲的。90%的人承认经常说谎，20%的人只要天不说谎，那一天就很难受。有人做过调查，分析过几万个谎言，发现大学生平均每3次交谈当中就有1次说谎的可能。知识调查不代表权威，就连普通老百姓都会骗人，何况是老奸巨猾的商人。我们需要阴阳眼来识破骗子的诡计，我们要比他们的手段更高明。高手在说谎，喜欢在前面加上一句“其实你没有必要完全相信我”，这句话会让你更容易相信他。当你上当的时候，干万不要骂人，你要问一问为什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。动物也很会造势，比如说猫打架的时候，它全身的毛会竖起来，就是要让你产生它体积变大的一种错觉。商场上像这种猫人有很多，向老千学习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再来一遍。向老千学习，不仅要学习老千的手段，还要学习老千的性格，更要学老干的远见。从道德角度讲，老千的所作所为，社会上自有公论，法律也不能容忍他们。除了老干那个害人的心以外，他身上的优点绝对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。孔夫子说，道义有道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的生存之道。老干的道是所有做生意的人必须要学习的技巧。老干身上有4点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，学习老干的远见。一般的人做事业只会天真浪漫的幻想，每个人都是他的客户，分不清楚谁是他的客户，没一套好方法来辨识和审核客户。每次见客户都很在乎客户，自己的价值变低，只能把客户的尊重放心里，不能放表面。表面越尊重，他越不把你当回事，你越掏不了他口袋的钱。我见过有的电话销售员一天打几百上干个电话，连一单都成交不了，心情不好，一天抽好几包烟。为啥呢？被电话那头的客户骂的呗。老千绝对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情，他们不会去骗每一个人，他们只会选定目标来行骗。他们有一套系统方法来审核客户，谁会受骗，谁不会受骗，他会在第一时间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会浪费时间找错对象。第二，向老千学习性格。很多人去开发新客户，经常被客户拒绝，心情低落，他们就开始自欺欺人，只要我被拒绝的次数越多，一定会有客户跟我说 yes。 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去找激励大师来给自己传授内功。老千会信仰一套哲学，贼不空手，这招骗人的方法不行，立刻改变另外一招骗人的方法。他们绝不会无计可施，直到骗到人为止，而且不会灰心，他们比你的心态好多了。这套方法不行，就换另一套方法，千变万化的方法，乱刀飞起，直到你中刀流血为止。他们不会相信，当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你的时候，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，下一位客户一定会跟你说 less 这一类的鬼话。第三，学老千的手段，你去见客户，把身段放得很低，没有办法令到客户觉得需要他们，反让客户觉得你很需要他们。客户的价值永远比你更高，你低人一等，低人一等，是很难把产品卖给一个比自己身份高的人。老千出手就可以令到自己的价值变得很高，受骗者的价值变得很低。很多老干都是被包装的看上去很有钱的大佬。老干可以让受骗者没有主控权，会让受骗者觉得很需要他，他的手段很高明，让受骗者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反而他更有选择权。他们看透了人性，只要你是做生意的人，想把产品卖给人，必须掌握人性。看不透人性，
即使你拥有再好的理念，再好的产品，一流的人品，也没办法赚大钱。老干研究人性绝对是高手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人性的贪婪和人性中的弱点，他们可以牵着人步步为营，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。营销大师和老干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只是一个犯法，一个不犯法。第四，学习他们学习的精神。多数人无法成功，因为不爱学习。雷军说过，这个世界不缺聪明的，只缺顺势而为的人。老干一看方法不灵，立刻埋头学习。他们永远是走在科技最前沿。你看那些互联网上，那些灰色产业，卖男人要的，营销做得厉害的很，他们永远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升级改造自己。多数人只会卖苦力赚钱，你讨厌的才是你需要的，你喜欢的东西都不是你需要的，你讨厌的东西才是你需要的。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喝不加糖的咖啡？有没有人喜欢喝啤酒？有没有人喜欢吃生蚝？有没有人喜欢抽烟呢？又有没有人喜欢吃臭豆腐呢？我想应该很多成年人都会喜欢吃我上面所说的食物吧。上面我问的这些食物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对于一旦喜欢上这些食物的人，往往会对这些吃的欲罢不能，甚至会时常的想念。那么我在煎你一个问题，上面我说的这些吃的，你在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好不好吃？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，第一吃的时候不仅不好吃，耳目还难于入口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的吃下去，慢慢的就能在苦中品尝出另外一番滋味。我们能在苦咖啡中喝到甘美的感觉，从啤酒的苦涩中能喝出清凉的快感，从生蚝中吃出刺激的腥味，甚至从臭豆腐的臭味当中吃出香味。以上我所说的这些吃的都是成年人喜欢吃的东西，请问大家会不会拿黑咖啡、啤酒、生蚝、臭豆腐来喂小孩呢？我想你肯定不会傻到这么干吧，因为小孩的味觉很单一，他们基本就只喜欢吃甜食，喜欢吃糖果，喜欢喝饮料。但是成年人的味觉已经被开发，已经多元化了。成年人的舌头可以从各种苦涩甚至臭味当中品尝出天堂的滋味。大家还会发现一个现象，不论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美食基本上不是难吃的，就是难闻的。比如本人最爱的一个美食叫醉蟹，就是直接把生的螃蟹放在酒里面浸着，放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可以开吃了。我记得每次我买这个醉蟹吃的时候，基本就只有我一个人吃。为啥呢？因为很多人只要吃一口还没吞下去就已经吐出来了，他们会觉得太难吃了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只需要多吃几次，就能在醉蟹的难吃当中品尝出天堂的滋味。所以我们得出结论，假如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你还认为人性中只有美丽的一面需要我们助长和发扬，而丑恶的一面你完全就不能接受，那么你就像一个味觉还没有开发的幼稚成年人一样，你还没长大，你还活在幼儿园的思想世界里。如果你整天只是宣传仁义道德的话，就等于你天天在传播只有甜的东西才是最好吃的，那些酸、苦、辣、臭、腥都是低级人才吃的东西。然而事实是，我相信你也应该挺喜欢吃那些酸、苦、辣、臭腥的食物吧。如果你只喜欢吃甜食的话，那么你肯定是个小孩子，只能接受入树美丽、道德、善良的人，只不过像小孩只喜欢吃甜食一样。没长大什么时候，当你也能开始接受人性当中的自私、丑陋恶的一面的时，就是你对入性入门的时候。80%以上的普罗大众是接受不了的，只20%的高手能从内心认同接受。所谓贫富的2%法则就是这么出来。各位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思想，心里面也许会觉得有点不应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种感觉就对了。当你慢慢的学下去，你就会上，你将能从人性的丑恶当中品尝出天堂的滋味。因为凡是你所讨厌的，都你缺少的，更是你需要的。